你好，我是大熊 CEO。很多人不知道，原来在澳洲其实加油站是可以买来投资的。有些人可能知道，即便知道加油站可以买来投资，但他不一定知道，原来投资加油站其实只需要20-30万澳币就能买到一个加油站。那今天我通过这个视频，希望能够给大家对比一下住宅地产投资跟加油站投资有什么区别。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呢能告诉大家如何能够以低的投入买到一个低风险高回报的加油站。我也是通过这个秘密买到我自己20多万的加油站哦，你千万不要错过哦。那我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大熊 CEO。在过去的6年时间，我一直专注于澳洲的住宅地产的开发和商业地产投资2大领域。那在过去的半年时间，我开始经营了自己一家地产中介公司。那我希望通过我的这个 YouTube 频道，跟那些对澳洲房产有兴趣的人，能够跟他们分享更多有趣的故事、实用的经验，还有有用的技巧。那作为一个加油站投资者，可能我们首先要问自己几个问题。第一，投资加油站，它的租金回报率到底是有多少？如果租金回报很高的话，那我们能不能保证这个高的租金回报是能够持续的，并且按时的能够给到我们？第三，我们要拿到这个高的租金回报，我们到底要付出多少的成本？因为大家可能对加油站投资不太了解。首先说一下投资回报率，在澳洲一般的加油站的投资回报率是在5%到10%左右。我们说的这个租金回报一般指的是净租金回报，因为澳洲的加油站很多的租约呢是由大部分的一些额外的一些法定的费用，都是由包括设施的维护都是由这个租客去承担的。所以一般租客给我们的租金是我们直接可以拿到的净租金，是不需要扣除别的费用的。这可能跟一般住宅地产，可能我们从租客里面收到的租金之后，还要减掉一些，比如说 strata 物业管理费啊，一些council rate 啊 water rate 啊这些之后，所以其实当我们说住宅地产的时候，住宅地产里面一般我们说的2%到3%或者4%的租金回报，其实是总的租金回报，而不是净租金回报。而且再加上，特别是结合现在的情况下，我们知道这个利息是比较低的。那如果现在银行的利息是在贷款利率是在2%到3%左右，其实如果我们投资一些比较高租金回报的一些物业的时候，结合杠杆之后，其实5%到10%的这个租金回报率其实会放大到8%到14%这样子。而本身住宅地产的这个租金回报，因为它本身它的回报率跟它的贷款利率是接近的，所以变成其实它并没能起到这个放大的作用。那第二点，比较一下租约，能够去经营一家加油站的那些油公司，通常都是实力比较大的，像一些大的品牌公司，像 Caltex 啊、BP 这种。但是像住宅的话，我们平常就是可能一些普通的租客，而且我们的这个租约是1年1签，但是加油站的话，通常它的租约就是一般是10年或者15年这样子。OK， 那既然加油站投资它的租金回报率那么高，它的租约那么长，而且我们签订租约的都是那些大的石油公司，那变成这个加油站投资不是非常吸引，应该很多人都抢着去投资，那我们还有什么赚钱的空间呢？我们知道任何的东西都有2面，有好的一面，有不好的一面。但是当你听完我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秘密之后，其实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而且我分享的这个秘密，也是为什么我能利用这个秘密能买到一个20多万的一个加油站。那加油站投资的一些不好的方面是什么呢？首先，它可能需要比较大的金额，因为像我们前面说的，一般的加油站可能都需要300-500万，
然后另外第二点是，加油站它可能比较容易牵扯到的这个是那个污染的问题，因为一旦如果这个油公司管理不善，或者当那些设施老化的时候，这个油污可能就会泄露出来，污染到那个地，我们需要花高昂的价格去把它清理干净。那第三点还有就是这个，我们知道现在疫情的情况下，很多一些商业的生意，可能都会受到影响。那即便他签订了一个很长的租约，怎么能保证这个租约是这个租客一定能按时给这个租金呢？这些都是一个问题。但是接下来就厉害了，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这个秘密是能解决以上说到的所有的问题的。这里首先要让大家知道一个词组，叫做 ground lease， 中文叫做土地租约。如果你看完这个视频，我希望你真的收获一点东西的话，我希望你记住的就是这个词语 ground lease。那 ground lease 的物业一般牵扯到的只是土地的出租，所以 ground lease 的物业的特点一般是它的租金特别低，而且它的租约特别长。那至于为什么它的租金那么低，或者租约那么长，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ground lease 的这个定义，大家就能知道了。那为什么 ground lease 的物业是能够解决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加油站不好的这个3个问题呢？首先我们说一下投入。我们知道一般我们去估算一个商业物业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喜欢用的公式是由这个每年的净租金回报除以这个预期的这个租金回报率，得出这个物业的这个价值。所以在分母这个预期的这个租金回报率一定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租金越低，那我们买回来这个物业的这个价格就会越便宜。所以当 ground lease 的这个租金比较低的情况下，对应的它的这个物业的价值就会比较便宜。第二，我们说一下这个污染清理或者污染责任的问题。因为 ground lease 这种物业呢，它土地的所有者只拥有了这个土地，后期新建的所有的物业，包括一些设施，其实都是属于这个油公司的。变成其实如果一旦污染发生的话，要不就是可能是油公司的这个操作失误，或者这个油的设施的老化。因为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由租客贡献的，所以其实任何这些东西发生问题的时候，租客是第一个要去承担所有的这些清理的责任的，而房东本身是不需要承担的。第三个，我们说到这个疫情情况下，如果发生这些黑天鹅事件的时候，怎么能保证这种他们的运营还是没有影响的？那这个其实还是回归到这个租金的问题。如果他本身这个租客经营着加油站，他给的租金已经很便宜的情况下，其实相比其他给正常租金的加油站，它本身的这个租金的压力就已经相对会比较低。所以如果一旦经营不好的话，因为它的租金比较便宜，所以对他来说它的成本的负担是比较轻的，所以其实相对来说它本身的出现的状况的几率也会比一般的加油站会少很多。那我们通常怎么样才能找到这种土地租约的物业呢？通常其实是会出现在以下的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牵扯到一些政府的一些闲散的土地，这个其实就是我为什么能够20多万把一个加油站买下来的一个原因。我可能先补充一下我买这个我20多万的加油站的一些背景。其实我买的这个物业呢，它在我买之前，政府的铁路局呢是把它一块闲散的土地去把它出租给一个石油公司，然后而且签订的是一个15年的租约。因为当政府它有一块闲散的土地的时候，它只是想尽快的把这个闲散的土地处理掉，它不希望参与后期的开发，
所以他只是希望能够以一个合理的价钱把这个物业出租出去，然后带着一个租约把它转卖掉。那第二种情况就比较有意思了，通常第二种情况是发生在一些石油公司自己开发的一些加油站里面。像我们比较熟悉的 Wolf， 它其中的一种商业模式就是它会利用自有的资金，然后把一块地买下来之后，同时在上面建一个全新的加油站。建完之后，他会把这块加油站打包拿到市场上卖，但是卖的前提是他希望跟新的买家签订一个新的 ground lease。那我们就要想了，一个油公司为什么他前期要花那么多钱去买一块地，同时又花那么多钱去造一个加油站，可能那里几百万，然后他突然有一个几万块钱的这个租金每年这样租回来，那他不是亏大了吗？其实不是的，这是他的商业模式，另外一种商业模式。因为他的考虑是这样的，比如说当他某一年他的这个集团他的这个利润他赚了很多钱的时候，他突然手上有大量的资金的时候，他希望再把这些大量的资金能够投入到一些地方，直接把这些钱全部用掉。那他通常把这些钱用来去开发加油站的时候，其实是保证了，因为他一旦签了这种 ground lease 的合约之后，就保证了这个加油站未来10年、15年甚至20年，这个加油站的租金都是保持在一个非常非常低的水平，就变相的帮助了他未来这个加油站的经营，它的这个成本的压力就会减少。所以这只是一个商业模式，看它站在哪一个维度去考虑、去平衡。所以如果一旦比如说你也希望投资加油站，而且但是你的预算可能一定的情况下，你也不想承担那么多风险的情况下，其实不妨考虑一下投资这种 ground lease 的加油站物业。那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别忘了点击订阅下方的小铃铛按钮，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以后的内容了。也欢迎你到下方的评论区给我提意见，你的意见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